他每次吃饭都往没人吃的空碗里不停夹菜，还一直说着多吃点。记者看得一脸迷惑。男人说这是奶奶的位置，他正在屋里睡觉。来到卧室一看，奶奶竟然是一具干尸，但家人却坚持认为奶奶并没有死，只是睡着了而已。说13年前奶奶就咽气了，身体却没有腐烂，甚至散发出淡淡清香。虽然看起来好像一具干尸，但血管清晰可见，一颗痣上面的毛发还在长长，指甲也还在生长。他们甚至要定期给奶奶剪指甲，所以家人都觉得奶奶没有死，只是一觉睡了13年而已。在奶奶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据孙子介绍，奶奶是13年前突发急性肺炎，在9天不吃不喝的情况下，不仅疯狂吐出黑色液体，还出现了异常排便的现象。有多异常呢？孙子形象的描述说，排泄物呈现喷涌状，呼呼的往外喷，喷出了16斤棕褐色的排泄物，接着就断气了。可奇怪的是，体温在24小时内没有下降，身体也不僵硬，除了没有气息外，没有任何死亡的症状。而且孙子清晰地记得奶奶临死前对他说的话：我要睡觉了，别打扰我。于是家人直接把奶奶接回了家，慢慢就变成了类似干尸的样态。专家说，只有在极干燥或者极寒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形成干尸。然而当地天气高温潮湿，在这种环境下没有腐烂，就很不科学。专家猜测可能是做了防腐处理，却被家人一口否定了。还说奶奶有个特别的习惯，那就是吃斋，一吃就坚持了50年，这有可能是奶奶肉身不腐的原因之一。而且当地村民都说奶奶为人善良，做了一辈子好事，这可能就是一种福报吧。奶奶的事在当地广为流传，很多人慕名而来，都想要一睹真容，还认为他家的井水是回魂汤，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好像闭上眼就能看见天堂。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专家最后也没有给出解释。每次开车经过这个收费站，车载导航就会离奇失灵，触屏一点反应没有，但经过其他收费站却一切正常。大叔说回老家都是走这条高速，每次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好像有什么东西试图阻止他上高速。而且据他了解，这个收费站之前就是一片墓地，现在越想越害怕。大家猜测可能是这个车型的设计缺陷，于是找来了同款车型测试，结果一切正常。大家又觉得可能是收费站的无线电信号干扰到了导航，随后用设备在附近一测，并没有发现任何无线电信号。经过了解，大叔每次过收费站后都是直接右转。专家决定这次在经过收费站后，选择直行看看有什么反应。没想到啊，直行后导航正常运行，没有出现失灵的情况。这时专家看着远处的指示牌，瞬间恍然大悟，直接让大叔升级导航系统。等系统更新完成，再次经过收费站，果然就正常了。专家这时也给出了解释，原来导航没升级之前只能识别25个字，然而要去的地方路标指示牌上超过了25个字，导致导航无法识别，崩溃了。每次经过这个天桥，他的车就会无缘无故的鸣笛，双手根本没按喇叭，来回多次验证，每一次都鸣笛。晚上经过这里，喇叭声音还变得更大，然而其他车辆并没有出现这现象。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小哥身上，你就说怪不怪吧。而且听说之前有对小情侣在天桥上吵架，男的错手把女的推下了天桥，正好被一辆卡车撞到，当场死亡。撞人的就是这种货车，他的货车就是刚买的二手车，买的时候很便宜，他还以为捡了个大漏，该不会撞死人的车就是这一辆吧。大家找来专家，专家认为是喇叭本身出了故障，换上了一套全新原厂喇叭后，再次开车经过这里，喇叭还是自动鸣笛，这就有点怪了。他现在非常尴尬，前面堵车，他正好停在天桥下面，喇叭还一直响个不停，别人都以为他这人有毛病。专家又研究了半天，发现喇叭开关很灵敏，一些微弱的电信号都会导致喇叭电路接通。初步推测，可能是附近有无线电干扰导致的。天桥上就有类似避雷针的无线电装置，用仪器一测，果然发现了很强的无线电信号，就是这个信号导致了汽车自动鸣笛。那现在要做的就很简单了，改装整个喇叭系统就好了。他出门随身拿着一把剪刀，见人就盯着别人的头发看。他并不是理发师，只是想要别人的一根头发，把头发固定住。接着又拿出微雕刻刀，这是要干嘛呢？他说要在头发丝上刻字，这不开玩笑吗？大叔也没回应，自顾自的比比划划。随后又给头发涂了一层白色的颜料，在显微镜下文字还真就显现出来了。5毫米长的头发丝上竟然密密麻麻刻了105个字。不仅如此，他还可以在沙粒上刻字，也能在5厘米的石板上写一部千字文，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需要2年才能全部完成，期间要更换20多种刻刀，比硬币小很多的铁块上也能刻800多个字。大叔说在头发上刻字很考验人的耐心，刚开始就拿自己的头发练习，1年下来头发日渐稀疏，现在都是用别人的，和别人见面都是先看头发，黑长直是他的最爱，现在还开了头发展览，小朋友都看傻了。大叔目前只能在头发上写1行字，说希望以后可以在头发上画一幅清明上河图。
他把一坨大便锁在了保险箱里，还说这大便价值100万，里3层外3层的打开，这不就是块石头吗？但他说这是鲸鱼的便便，名叫龙涎香，高档香水就是用这玩意做的，比黄金还要贵10倍。拿在手上，明显比真正的石头要轻很多，闻起来还有种雨后的泥土味。难道真的是龙涎香？大便是在自家养鱼场发现的，他本来以为是块石头，随手扔水里竟然飘了上来，长这么大哪见过这情况？上网那么一查，和网上说的龙涎香非常像，这不一夜暴富了吗？朋友们都觉得这是真的，但村里老人表示，他们这地方根本就没出现过鲸鱼，哪来的鲸鱼大便啊？说再多都没用。接下来直接找专家，专家说龙涎香其实是鲸鱼体内的一种结石，非常稀有，可能100只鲸鱼里面都不一定有一个。接着对着大便一阵猛闻，还做了简单的测验，无论是颜色还是质地都非常符合，初步判断这可能就是龙涎香。接着对其取样化验，大叔满怀期待，离财富自由越来越近了。然而一番分析后，结果却显示这并不是龙涎香，只是一块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大叔的宝贝瞬间一文不值，妻子安慰大叔，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粮，你才是我的臭宝呀。家里没人留长发，卧室却常常出现超过1米的头发，最长的能达到2米多，比他本人都高。有时出现在厕所，有时出现在卧室。拔一根自己的头发做对比，无论是颜色还是触感，都几乎一模一样。他认为这就是人的头发，关键家人都是短发，而且最近来做客的也都是短发。一开始还误会了老公，以为是老公在外面带来的。这种现象是1周前叠衣服时发现的，衣服是刚从烘干机里拿出来的，赶紧查看烘干机，里面却干干净净，毛都没有。可慢慢的头发出现的越来越频繁，看着吓人。房子是他们租的，刚住进来也没几个月，而且像这样的房子租金却很便宜。当时房主也是很着急的往外租，他们怀疑房子里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难不成真有那东西？摄像小哥才不信，带着毛发找到专家，专家研究半天，说从厚度和质地来看，确实跟头发非常相似。接着又放在显微镜下这么一看，结果显而易见，这并不是头发，而是一种线头，应该就是衣服上的一些缝线。接着妻子检查了所有衣服，果然在一件西装上抽出了一模一样的线头，长度也完全吻合，又是虚惊一场。他每次吃饭都往没人吃的空碗里不停夹菜，还一直说着多吃点。记者看得一脸迷惑，男人说这是奶奶的位置，他正在屋里睡觉，来到卧室一看，奶奶竟然是一具干尸，但家人却坚持认为奶奶并没有死，只是睡着了而已。说13年前奶奶就咽气了，身体却没有腐烂，甚至散发出淡淡清香。虽然看起来好像一具干尸，但血管清晰可见，一颗痣上面的毛发还在长长，指甲也还在生长。他们甚至要定期给奶奶剪指甲，所以家人都觉得奶奶没有死，只是一觉睡了13年而已。在奶奶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据孙子介绍，奶奶是13年前突发急性肺炎，在9天不吃不喝的情况下，不仅疯狂吐出黑色液体，还出现了异常排便的现象。有多异常呢？孙子形象的描述说，排泄物呈现喷涌状，呼呼的往外喷，喷出了16斤棕褐色的排泄物，接着就断气了。可奇怪的是，体温在24小时内没有下降，身体也不僵硬，除了没有气息外，没有任何死亡的症状。而且孙子清晰地记得奶奶临死前对他说的话，我要睡觉了，别打扰我。于是家人直接把奶奶接回了家，慢慢就变成了类似干尸的样态。专家说，只有在极干燥或者极寒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形成干尸。然而当地天气高温潮湿，在这种环境下没有腐烂，就很不科学。专家猜测可能是做了防腐处理，却被家人一口否定了，还说奶奶有个特别的习惯，那就是吃斋，一吃就坚持了50年，这有可能是奶奶肉身不腐的原因之一。而且当地村民都说奶奶为人善良，做了一辈子好事，这可能就是一种福报吧。奶奶的事在当地广为流传，很多人慕名而来，都想要一睹真容，还认为他家的井水是回魂汤，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好像闭上眼就能看见天堂。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专家最后也没有给出解释。大姐生孩子不去医院，却来到了按摩店，让技师疯狂按压肚子，因为这肚子里的东西实在太怪，怀了3天就要生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在3天前，她因为胃痛来医院，没成想却检测出了婴儿的心跳声，原来她并不是胃痛，而是马上要生了。大姐直接懵掉了，才知道自己早就怀孕了。比大姐还震惊的是她丈夫，由于工作原因，夫妻俩已经分居7个月了，现在你说你怀孕要生了，这要怎么解释呢？丈夫甚至怀疑她外面有人了，不过医生给出了解释，说大姐也是怀胎10月来着，只是她不知道而已。大姐说虽然肚子确实大了一点，她就单纯的以为自己胖了，还特意去做了减肥按摩，就是专门按肚子的那种。就算是这样，那肯定有一些怀孕的症状吧，就比如例假肯定没有了吧。大姐说例假确实一直没来，但自己这方面一直不规律，所以也没在意。不得不说，大姐心是真大。后知后觉的大姐非常自责，只希望孩子能平平安安的。不过意外还是出现了，生产过程中脐带缠住了宝宝的脖子，情况十分危急。好在经过几个小时的手术，最终大姐顺利生产。孩子有个这样的妈，能活下来还真是个奇迹。这个和尚每天都去照相馆，表面看着道貌岸然的，实际上是专门来打印美女照片的。大家跟他来到寺庙，更是大开眼界。
墙上全部贴满了美女照片。这些韩国女团她如数家珍，知道她们的名字以及热门歌曲，甚至记得她们的身高体重。身为佛门弟子，她一不念经二不打坐，整天就看女团跳舞。外人看到这个情况，都骂她花和尚，说她六根不净。但事实却并不是这样的。她在当和尚之前是个屠宰场老板，偶然捡起一本佛经，结果爱不释手，就像发现了新世界，自此放下屠刀剃发出家。他认为之前的工作让自己周围充满了负面磁场，收藏照片是为了更好的修行。此话怎讲？他说名人的磁场像星星一样强大纯净，这会让他感到无比的欢喜和安定。但他这种行为难免引来风言风语，随着非议越来越多，方丈也忍不住劝他离开。他最终被取消了法号，被迫离开了寺庙。他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山间小庙，取名龙宫佛寺，并自认方丈，继续自己的修行。他还把世界名人都刻在了石头上，围着寺庙摆了一圈，这一刻就是15年。他说做的过程也是一种修行，这种迷惑行为咱确实看不懂。韩国奇葩多，大家随便看看就好。在一片荒山中，隐藏着一座22层的高级酒店，号称是亚洲最恐怖的酒店。酒店常年被烟雾笼罩，外墙还有大片的红色印记，显得异常诡异。虽然看起来荒废了很久，但其实还在营业。据说在周末房间都会订满，不知道住的到底是人是鬼。网站上还有很多负面评论，让人看得毛骨悚然。很多人就留言劝告，千万不要住这个酒店，否则会后悔的。小哥不信邪，决定来探险。酒店位于马来西亚，通往酒店的路迷雾重重，报废汽车随处可见，显得非常荒凉。然而路边硕大的酒店指示牌却显得非常新，处处透露着诡异。而且越靠近酒店，手机的信号也开始变差。来到酒店，顺着楼梯往上走，才发现进入酒店的通道都被封上了。找了半天，找到一部电梯，但按键完全没反应。奇怪的是，电梯的楼层数字却在快速变化，也不知道谁在控制。最后小哥通过紧急出口来到了酒店内部，一切变得正常起来，出现了一条购物街，人也多了起来。他找到了一个店主咨询，店主说酒店旁边有个大赌场，很多人都在那里输得倾家荡产，有些人回到酒店就会选择跳楼，所以这里怨气很重。确实发生过很多灵异事件，有时晚上能听到孩子的哭声。小哥决定在这里订一间，亲自感受它的诡异。回房间的路上，看到一个长期上锁的房间，门上还贴着一个奇怪的符咒。酒店人员说，这间房子被诅咒过，发生过很多超自然现象，没事尽量离它远一点。来到自己的房间，他还煞有其事地敲了3下门。进入房间发现装修比想象中的要好很多，但怪异的是，床头竟然装了个镜子。虽然在22楼，阳台却并没有封死，向外看去一片雾蒙蒙的，外墙上一片片的红色印记，看着好像是血迹。酒店人员告诉他，红色印记虽然看着恐怖，但并不是血迹，只是因为潮湿生了红色苔藓而已。来到晚上，酒店零星亮起了灯，气温开始骤降，睡到半夜他直接被冻醒了。也许是因为风太大，阳台上的门被吹得一直叫，就像有人在房间吹口哨，不断吸引他去阳台。小哥说不知为何，站在阳台上总有种想往下跳的冲动。为了保命，小哥没敢再睡觉。如果给你1万块，你敢在这里睡一晚吗？他们用摄像机对准深山中的一个狗窝，在远处的车里警惕地观察，拍到的画面让人后背发凉。这狗一到晚上12点就会神秘消失，天亮了又会准时出现。问题是它一直被链子锁着，锁扣非常结实，除非有人帮助，不然狗是无法自己打开的。但是家里人都问过了，没人打开过锁扣，这就很诡异了。大家决定安装摄像机，整夜拍摄。刚开始一切正常，时间来到半夜2点13，突然一阵声响，大家被惊醒，接着就发现狗妈妈又消失了，只留下了2只小狗仔。大家赶紧查看录像，只见它在狗窝附近徘徊了片刻，突然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锁扣就被打开了，接着就消失在黑夜里。看着录像，大家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动物专家反复观看录像，认为问题可能就出在链子上。这链子是有硬度的，只要将链子巧妙地旋转一下，就可以轻松地别开锁扣。只是这个旋转角度不好掌握，但很明显，狗妈妈已经可以熟练地找到这个角度，很轻松就打开了锁扣。但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它为啥每天晚上都要溜出去呢？大家仔细检查了它的出走路线，发现它每天出去是来这里吃狗粮，毕竟吃饱喝足才有精力喂养狗崽子，应该是本能驱使让它这样做。主人也很懂事，在每天的狗粮里又加了1盒罐头，换上了新的锁扣，这样它就不会在半夜消失了。他吃面包要提前准备2包纸巾，因为他一吃东西就会流泪，怕大家不信，他直接吃起了热狗，一口下肚，果然眼泪刷刷的下来了，就跟演戏一样，而且越好吃流的越多。吃米饭不会流泪，吃炸鸡就会流，这都成了一种指标。公司聚餐都会让他先吃，根据流泪情况判断食物是否美味。更奇葩的是，小哥吃东西只有左眼会流泪，而伤心想哭的时候就换成了右眼流泪，2只眼睛分工明确，你就说神不神奇吧。据他妈妈说，他从出生就这样，2只眼睛很少有同时流泪的情况，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一边在伤心一边在吃东西，2只眼睛就都会流泪了。反正医院也去了，都没发现什么问题，医生认为是属于神经类的问题。接着在他眼睛上贴了2张试纸，
再让他吃下2块糖果，紧接着试纸就湿了。试纸显示他眼睛流出来的其实是口水。医生说这是一种叫做鳄鱼眼泪的疾病，是由于面神经麻痹，唾液神经和泪腺交织在了一起。确切的说，眼睛流出来的应该是口水，但对健康没太大影响，可以不用管它，只是有点恶心而已。小哥本人觉得这还挺好的，可以成为聚会的谈资，供大家一乐也不错。他家各个角落都放着一大罐不明药膏，厕所有，厨房里也有。挖出一大勺均匀涂在白布上，接着贴在腰上，然后又拿出2个棍子来回敲打，说这样做有神奇的功效。这东西到底是啥呢？他说是凡士林，说着就把这东西在眼睛周围涂了厚厚一层，又挖了一大勺涂在了膝盖上。奶奶声称这种药膏可以治愈一切伤痛，尤其治脚气一绝，哪里疼就抹哪里，每天3次就可以和疾病说拜拜。家里任何角落都能找到凡士林，这样是为了方便自己随时使用。医生表示，虽然凡士林有滋润皮肤的效果，但是要适量。奶奶却什么话都听不进去，因为自己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凡士林带来的神奇效果。她出门什么都可以不带，但不能不带凡士林。来到公园就是一顿骚操作。要知道奶奶今年已经80了，这把周围人看得目瞪口呆。然而奶奶的迷惑行为还不止这些，晚上睡觉前会拿2个木棍在身上来回敲打，说可以疏通经脉。为了健康，他把大部分时间都拿来锻炼身体。那他现在健康情况如何呢？检查后发现，他眼睛已经出现了角膜发炎，不能再继续涂凡士林了。凡士林带给奶奶的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对健康并没有什么好处。运动才是他保持健康的最大原因。每次开车经过这个收费站，车在导航就会离奇失灵，触屏一点反应没有，但经过其他收费站却一切正常。大叔说回老家都是走这条高速，每次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好像有什么东西试图阻止他上高速。而且据他了解，这个收费站之前就是一片墓地，现在越想越害怕。大家猜测可能是这个车型的设计缺陷，于是找来了同款车型测试，结果一切正常。大家又觉得可能是收费站的无线电信号干扰到了导航，随后用设备在附近一测，并没有发现任何无线电信号。经过了解，大叔每次过收费站后都是直接右转。专家决定这次在经过收费站后，选择执行看看有什么反应。没想到啊，执行后导航正常运行，没有出现失灵的情况。这时专家看着远处的指示牌，瞬间恍然大悟，直接让大叔升级导航系统。等系统更新完成，再次经过收费站，果然就正常了。专家这时也给出了解释，原来导航没升级之前只能识别25个字，然而要去的地方路标指示牌上超过了25个字，导致导航无法识别，崩溃了。每次经过这个天桥，他的车就会无缘无故的鸣笛，双手根本没按喇叭，来回多次验证，每一次都鸣笛。晚上经过这里，喇叭声音还变得更大，然而其他车辆并没有出现这现象。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小哥身上，你就说怪不怪吧。而且听说之前有对小情侣在天桥上吵架，男的错手把女的推下了天桥，正好被一辆卡车撞到，当场死亡。撞人的就是这种货车，他的货车就是刚买的二手车，买的时候很便宜，他还以为捡了个大漏，该不会撞死人的车就是这一辆吧。大家找来专家，专家认为是喇叭本身出了故障，换上了一套全新原厂喇叭后，再次开车经过这里，喇叭还是自动鸣笛，这就有点怪了。他现在非常尴尬，前面堵车，他正好停在天桥下面，喇叭还一直响个不停，别人都以为他这人有毛病。专家又研究了半天，发现喇叭开关很灵敏，一些微弱的电信号都会导致喇叭电路接通。初步推测，可能是附近有无线电干扰导致的。天桥上就有类似避雷针的无线电装置，用仪器一测，果然发现了很强的无线电信号，就是这个信号导致了汽车自动鸣笛。那现在要做的就很简单了，改装整个喇叭系统就好了。这家餐厅的14号桌没人敢坐，连店主都不敢靠前。听到14号桌的服务铃就会起一身鸡皮疙瘩，因为一到深夜，14号桌的服务铃就会一直响个不停。但14号桌并没有客人，最关键的是桌子上也没有服务铃，电铃半年前坏掉就丢了。这诡异现象已经持续了1年，最近还变得越来越离谱，白天也开始响铃。据店主回忆，半年前有个人经常来他家吃饭，就一直坐在14号桌，有次和朋友发生了冲突，电铃也是那次坏掉的，一直没有安装新的。从那次起，这个顾客就没再来过，听说是出了车祸。也是从那时起，14号铃就开始一直响，就好像有东西在召唤一样，以至于店主现在听到铃声就会起鸡皮疙瘩。大家找来厂家售后，检查了餐厅里的每一个铃铛，都可以正常工作。接着又把显示器设备拆开，研究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问题。但售后提出了一种假设，如果附近有使用同款电铃的商家，恰巧频率一样的话，别人家按响14号铃，可能会导致他家电铃也会跟着响。大家接着走访了附近所有商家，并没有找到使用相同设备的商家。没办法了，节目组又咨询了无线电方面的专家，专家说附近有几个大型的广播站，有可能是广播站干扰到了信号，但这也仅仅只是猜测。如果是广播站影响的话，这条街的店铺都应该出现这种现象才对，为什么偏偏只有他家受到了影响？诡异的铃声还在继续，直到最后也没能解开谜团。他的眼睛会流水晶，只要稍微翻下眼皮，一颗水晶就冒了出来，再翻一下又掉下来一颗。
仔细一看，里面好像还有一颗。每当他哭的时候，水晶产生的更多，都不用急，自己就能掉下来。水晶看着锋利无比，但他眼睛却丝毫没有受伤。这种不寻常的现象每天都在发生，一天大约会产8颗，大小形状各异，但都非常锋利。女孩说，有天早上醒来，就感觉眼睛里面好像有东西，揉了几下，就出来好几颗水晶一样的东西。父母赶紧送她去了医院，医生也从未见过这种情况，检查一番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后来还被电视采访过，很多人慕名而来，希望可以买一颗，他们觉得这东西可以治病。女孩的父母刚开始很担心，经过一段时间，发现女儿并没有什么不良反应，而且还能赚钱，何乐而不为呢？无独有偶，下面这个女孩眼睛里也会流水晶，这种现象是2个月前开始的。刚开始以为是眼睛里进了玻璃碎片，但这东西越流越多，几天就收集了1小盒，多的时候甚至一天就能产出50颗，这才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去过很多医院，医生都没能找到原因，只能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每到深夜，健身器材上就会吊着一个怪东西，来回摇晃，看着像人，但又看不出腿在哪。大家决定白天再来，白天就看到一位大妈倒挂在上面，一动不动。小哥壮着胆子上前查看，大妈一句安宁哈撒哟，吓得小哥连连后退。大妈说自己在锻炼而已，问他多大年纪了，大妈说也没很大，今年72，每天都要倒立5个小时，说这种倒挂方式能锻炼全身，说着就展示了一遍，动作行云流水，这把旁边的大妈都看傻了。小哥歉歉地问，有没有尝试过这种锻炼方式？大妈露出了一副关怀智障的眼神。大家找来4个小伙子和他 PK， 小伙子们信誓旦旦，根本不把大妈放在眼里。比赛才过了1分钟，有人就双腿不停颤抖，很快败下阵来。另一个还可以，足足坚持了2分钟才缴械投降。只有大妈还在一动不动地挂着，显得十分轻松。剩下的2个小伙继续挑战，没过2分钟也放弃了。即使在家里，大妈也不会停止锻炼，就这样倒立看电视。一旁的老伴已经见怪不怪了，做菜吃饭也要时刻劈叉来锻炼柔韧度，甚至在他70岁的那年还得到了瑜伽教练的证书，真的是有够疯狂。你因为智齿疼得睡不着，来医院才发现这颗智齿竟然是横着长的，并且完全埋在了牙龈里，外观上根本看不出来，直到切开牙龈才知道这颗智齿有多可怕。不过不用担心，现在就给你拔掉，医生在你脸上蒙上块布，只露出嘴巴，接着在智齿周围不同部位打3次麻药，稍微会有点刺痛感，但很快你就没有任何感觉了。接着给周围消毒。根据智齿生长角度切开牙龈，因为麻药已经生效，基本不会感到痛。如果这时你感觉疼痛难忍，一定要举手示意。医生用镊子掀开牙龈，就看到了埋伏的智齿，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智齿大部分还镶嵌在牙槽骨中。这时要用球钻削一点牙槽骨，通俗点讲，就是用电钻钻你的骨头。这时你感觉不到疼痛，但能听到电钻声，还能感受到电钻的震动，整个头都嗡嗡的。即使这样，也不能直接把智齿拔出，医生还要切开牙冠和牙根，把智齿一分为2，所以又需要用到钻头。现在看来，切开的牙冠部分还是无法直接取出，还得竖着再切一次。这样就很轻松地把牙冠部分取出来了。现在只剩下牙根了，由于埋得太深，还要再削一点牙槽骨。现在用杠杆原理，一点点往外撬，很快牙根就被撬了出来。现在你的下巴可能很酸，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快结束了。由于窗口比较大，最后需要给你缝合牙龈。就这样打个漂亮的结，剪掉多余线头，就结束了战斗。为了让牙龈尽快愈合，你需要咬住一块纱布，保持2个小时，1周之后来拆线，期间不可以喝酒抽烟，避免激烈运动，拔掉智齿。你有没有觉得轻松了很多？你因为不好好刷牙，年纪轻轻就坏掉1颗，为了能啃骨头，即将要花2万块钱在嘴里种1颗，整个种牙过程需要持续半年左右。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的种牙血泪史。这个就是你的牙槽骨，这些大大小小的钻头都是用来在牙槽骨打孔的。刚开始钻孔要选择8毫米的小钻头，为了穿透坚硬的牙槽骨，医生调高了钻头速度。一切准备就绪，钻孔就开始了。现在要逐渐换成更粗的钻头，扩大孔洞。用粗钻头转速一定要慢，否则会导致摩擦生热，烧毁骨细胞。过程中钻头还会一直喷出生理盐水，就是为了降温。现在使用螺丝纹钻头，
将孔的上端继续拓宽，这是为了让孔洞和种植体完美契合。随后，医生取来像螺丝一样的种植体，开始种植的时候要尽量调低转速，慢慢推进去，才不会使接触面骨细胞损坏。接着还需要使用扭力扳手把种植体拧紧。现在要将愈合基台连接到种植体上。等缝合好牙龈，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时牙槽骨中的种植体会和周围的骨细胞慢慢融合，这个过程叫做骨结合，最短需要2到3个月，最长6个月左右。经过了几个月，牙槽骨和种植体已经充分结合，就可以把临时愈合基台取下，然后安装上永久愈合基台。现在需要安装人工牙冠，人工牙冠中间的洞是为了以后修理种植牙的时候方便拧开里面的螺丝，但现在要先用树脂填充，接着用灯照射固化，到这里你的牙就种好了，看起来和真牙一模一样。现在就可以去啃骨头了，一定要记得好好刷牙。用黄金来补牙是种怎样的体验？看到最后，我承认我羡慕了。等你躺平后，医生先用金刚石钻头去除腐质，腐质也就是蛀牙上的黑色物质。为了将腐质去除干净，需要在几处做好标记，沿着标记保持垂直，一点点去除。过程中可能会有一点酸胀感，不过是可以忍受的。去除蛀牙的洞称为窝洞，现在要把窝洞内部打磨圆滑，方便后续安装填充材料。接着吹干窝洞内的水分，你这颗牙坏得很深，内部还有残留的腐质。医生换上小钻头继续去除，腐质已经靠近了牙神经，过程中要尽量小心。再次吹干牙齿内部，现在腐质已经清理完毕，接着就进入了修复环节，先涂抹上一层粘合剂。然后用灯持续照射，让胶水迅速固化，随后塞入树脂材料，再次用紫外线灯照射。等树脂固化后，还要用钻头轻轻打磨窝洞的边缘部分，使其变得光滑，这样才能使马上要安装的嵌体紧密贴合，不易脱落。接下来就要印模了，为牙齿量身定做黄金嵌体。先在窝洞里填充印模材料，对材料吹气，以便填充均匀。用力按压后，等印模材料变硬，就可以根据印模制作黄金嵌体。等嵌体制作完成后，医生会再次涂上粘合剂，接着给你安装金灿灿的黄金嵌体。把多余的粘合剂擦干净，等它固化后，黄金嵌体就牢牢粘在了你的牙齿上，这样你又可以啃骨头了。好了，做完了，醒醒吧！你不小心磕掉了半颗门牙，说话一直漏风，天天被人嘲笑。你决定去做个修复，医生也没有让你失望，最后的修复效果足以让他们闭上臭嘴。不幸中的万幸，磕掉的部位并没有伤到牙根，如果非常严重的话，那就需要先做根管治疗。但像你这种情况，直接进行光固化树脂补牙即可。先在表面涂一层酸蚀剂，让表面变得更加粗糙一些，冲洗吹干后，涂上粘合剂，进行光照固化。接着医生取来石膏模型，制作诊断蜡型，然后系统的补牙操作就开始了。大家记住，如果牙齿不小心磕断了，第一时间保存好磕断的部分，赶快去找牙医进行修补，效果会更好。补完之后呢，医生会用车针进行表面的打磨处理，最后再对牙齿进行抛光，牙齿表面就会变得更加光滑，看上去形态也比较美观。最后取出排龈线，就大功告成了。不过以后不能啃太硬的东西，稍有不注意就有可能导致脱落。他考试交白卷，
反而得到了校长的表扬，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给他带了朵大红花。原因是他成了学校唯一一个看出老师出错题目的学生。台上的阿芳一脸懵，交白卷其实是自己看不懂而已，谁都想不到他开挂的人生从此开始了。课上不小心打翻了墨水，他赶紧用衣服擦，却意外擦出了一幅意境深远的山水画，得到了绘画大赛的第1名，顺便还收获了一群小迷妹，时刻被幸运女神眷顾着，让他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本以为长大后运气就会改变，谁知好运反而变本加厉，随手买张彩票都能中大奖，吃个饭就成了店里第9999名顾客，莫名其妙得到了全年免费卡。阿芳不想就这样安逸的过一辈子，跑去做了房产销售。可第1天上班，找他买房的人排队都排到了公司大门口，下班随便伸手，立马就来了几辆出租车，都抢着要拉他。他彻底受够了这种开挂般的生活，感觉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指着老天一顿臭骂。突然间电闪雷鸣，一个雷针就劈了下来，结果劈死了正在逃跑的小偷。他含泪获得了良好市民奖。阿芳非常想体验失败的快感，可天不遂人愿，生无可恋的阿芳决定出家。就在剃发前，方丈出现了，只见方丈大手一挥，他便灵魂出窍，意识开始模糊。等阿芳清醒过来，发现一切都变了。打斗地主从来就没赢过，无论跟谁打牌都被对方吊打，就连一旁的小学生都嘲笑他是个弱鸡，他却兴奋得不得了，终于体验到了失败的快感。